你有沒有在路邊停車被警察貼過條呢？但你看這輛老爺車就很牛逼，停了10來天愣是沒人來認領，而且還有更離譜的，包租婆竟然說車主已經半個月沒有離開過出租屋了。這時小杰忽然聞到屋裡傳來一陣惡臭，可大媽愣是一點也聞不到。也許嘴硬的朋友該問了，他眼睛底下那倆窟窿只是出氣兒用的嗎？其實在美國像他這種情況很普遍，基本上都是年輕的時候吸得太嗨留下了後遺症。但當初租屋的門緩緩打開時，一股強烈的味道撲鼻而來，該怎麼形容呢？就好像臭雞蛋的气味中再夾雜着你的臭屁，而且房間裡分明就是個垃圾堆。看樣子這個男人像是自殺的，因為他留下了一封書信。但讓人更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在屋裡放了一大兜子现金。搭檔覺得這件事情不簡單吶，可小杰卻沒有感到意外，因為信上面寫着：親愛的桑迪，我對發生的一切感到很抱歉，剩下的錢也許能作為補償。可他究竟為了什麼事情感到抱歉，寧願搭上性命呢？還有這個桑迪又是誰呢？隨後小杰和搭檔又仔細翻查了房間，因為死者是孤家寡人一個，所以他们需要将這裡的東西列個清單，直到物品被安置妥當公定出遺產管理人為止。這些都是老警們需要做的事情，千萬別以為警察只是破案抓人哦。但死者身上的謎團還是引起了小杰的興趣，能在昏暗的出租屋裡苟且偷生25年，這人如果不是傻子，那肯定就是惹事兒了呀。這時搭檔在報紙上看到了一則25年前震驚城市的盜竊案，當時的大多數錢款仍未被找到，死者該不會是劫匪吧？但很快他們的猜測就被推翻了。隨後两人又在床底下翻到了一包钞票，可小杰剛剛打電話問過了重案組，那邊的回答是所有劫匪不是死了就是進了監獄，就連被搶的銀行也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破產了。就當两人疑惑的時候，信封上那個叫桑迪的女人找上門了。她接到警方的電話才趕了過來，原來女人的丈夫生前和死者同是銀行保安，這就顯而易見了呀。當時死者匿名給劫匪牽線搭橋，促成銀行結案，而女人的保安丈夫就死在了劫匪的槍下。由於男人心存愧疚，所以這麼多年來他一直給女人寄錢。本來女人是拒絕的，但他還有一個無父無母的孫子需要養活，畢竟誰會和錢過不去呢？得知了全部真相，女人以為小杰會通知國稅局找他的麻煩，但他並沒有那麼做。I don't know what to think. So what happens now? 可眼下仍然有一個大問題，因為死者的遺產已經完成了公定，意味着房間裡所有的東西都會判給房東或者善後公司。但女人作為那封信上死者最為親近的人，她可以進去為死者挑選一些葬禮需要的衣服。而小杰也突然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他特意叮囑女人一定要找過每個角落，尤其是櫥櫃、衣櫃以及床下。女人聽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她當然明白小杰的好意，可搭檔卻說他這麼做分明是違規了呀。Public administrators got most of the cash that was lying around. We both know there's more. And no one's looking for it. Sandy needs that money to keep her grandson in that special school. 萬一如果以後有人追究了怎麼辦呢？管他呢，到時候再說唄。小杰可不想做一個沒有人情味的警察。關注巨石，明天接着講。